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开始对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4国的访问行程，这也是时隔近2个月，王毅再度出访东亚多国。外界注意到，在此之前，美国多位政府高官已先后密集到访东南亚国家。副总统哈里斯8月底刚刚访问了新加坡和越南。外媒认为，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中美决立场。周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阮富仲表示，越中2国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2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王毅表示，中越关系有着特殊战略意义，中方坚定支持越南党政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执政，坚定支持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朝着2个100年目标奋勇前进，坚定支持越方抗击并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要全面加强双方各领域合作，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当地时间周五，中国越南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议在河内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共同主持。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越南党政领导集体顺利施政，愿继续为越方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王毅强调，双方要珍惜当前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把海上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共同警惕抵制域外势力干预挑拨，向国际社会发出中越2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管控好分歧，不断充实扩大合作面的积极信号。范平明表示，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愿同中方保持2国各层级交往，愿同中方一道落实2党2国高层共识，维护运行好现有合作机制，加强海上务实合作。双方一致同意，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相互支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领土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在严格遵守有关边界的各项协定和法律文件的基础上，加强边境管理合作。对于海上问题，双方一致同意恪守2国高层领导所达成的共识，管控好分歧，不采取使形势复杂化和争端扩大化的行动，携手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环境。中越这个合作指导委员会是2006年成立的一个高层次的跨部门的双边合作对话机制，主要是统筹2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合作，协商解决这合作过程当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高官今年以来频繁出访亚太，加速对东南亚展开外交布局。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副总统哈里斯在7月和8月相继出访越南和新加坡。在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会晤时，哈里斯延续了美国一贯的对华论调，再次蔑称中国在南海存在霸凌行为，呼吁越南加入美国的行列，对华施压。哈里斯称，美国支持向越南增派1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来帮助越南捍卫其海洋安全利益。哈里斯还表示，美方支持将与越南的关系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就在哈里斯到访之前，越南总理范明政与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会面。范明政明确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头等优先，并强调越南不会结盟对抗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越方已表态称不会跟风反中。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时作出承诺，越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时刻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企图破坏中越关系的阴谋，坚决抵制域外国家插手南海局势，与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东南亚这个国家，它10个国家主要是中小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安全以及经济上的关系有近有远，有亲有疏。但是这些国家的话呢，是在战术层次会在一些问题上有选择的采取选边站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在战略层次，这些国家不会全面的导向中国或者导向美国。王毅此次访问东南亚也引发外媒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称，王毅访问的这几个国家对中国和美国均很重要。在过去几个月，美国高官曾3次访问东南亚。外交学者网站周五称，中国外交官向东南亚各国政府传递了一个相当简单的信息：中国生存在该地区，美国不在。
这是今年以来王毅第2次访问东南亚国家。今年1月，王毅曾应邀出访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4国。3月，王毅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4国外长来华访问。东南亚呢，是介于印度洋、印度次大陆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中间地带。美国搞印太战略的话，势必要强化对中间地带的这种控制。所以，美国既然要强化我们说这种管控，那么中国呢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冲美国这种针对中国的影响。